Hello，大家好，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我家。我家是不是很大呀？但是有时候就是太大了，烦恼也来了，就是我就懒得走，太大了。骗你们的啦，其实我就是一个穷二代而已，可能也就是想骗点订阅吧，不要忘记哦。今天的主题就是如何使用绿幕。来，我们赶紧看一下怎么使用吧，你一定能学会的。现在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刚刚的那一段是怎么制作的。首先呢，我今天准备使用 iMovie，这里也有 PR，但是对于新手来说，我觉得 iMovie 比较顺手。PR 呢功能会更多一点，但是其实 iMovie 就已经满足了日常的vlog 呀或者一些基本的视频剪辑。我们来看一下，点开 iMovie，这呢是我之前所有的剪辑在这里都会出现。然后呢，我们点击新创建一个视频。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做的这个视频吧。这个视频 ，Hello，大家好，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我家。我家是不是很大呀？但是有时候就是太大了，烦恼。这就是刚刚做的这个视频。其实呢，大家现在能够看到，上面呢是正常的视频，就是我拍的时候的样子。下面呢是我垫了一下背景。这个视频是怎么制作的呢？我现在跳出来重新再做一下。创建，点这一个创建视频。然后呢，需要把素材拖进来。我准备把这几个视频拖进来，可以全部选一下，然后你可以直接拖到这里，也可以拖到这里。这呢就是最开始的样子，右边。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我家，我家是不是很大呀？这就是我最开始的视频，所以现在怎么把这一个带绿幕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做成刚刚那样一个视频呢？首先你要找一下背景图，比如刚刚那个房子。我这里有一个素材，都是一些我觉得可以做背景的一些图片。刚刚我所使用的是随便拉一个吧，也可以是一个别的，比如这个。把这个视频呢，iMovie 的就是它只能够加2层。这个视频呢一定要在下边，就是你如果拉到这上面的话是不成立的。你要把它放到这边，然后把这个拉到它上边。这种情况下，点击上面的这一个绿色的视频，然后再点击上面这一个。这个有2个窗口的，就是现在能看到已经有附加层了。这个地方把这个 cut 位换成绿幕，你就能够看到是这样子，是我们刚刚呈现的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绿的，就是抠图没有抠干净。这个绿色因为在拍的时候有阴影的部分，它会不是很绿，所以这个地方要擦一下。所以说在拍绿幕的时候，尽量人离绿幕远一点，然后把绿幕后边打亮，尽量不要有阴影部分，这样后期就可以免去很多擦的工作。现在怎么擦呢？我们点击上边，先点击一下这个上面这个视频，就证明是我们要对这个视频进行处理，然后再点一下，点下我们就能看到这边有一个 clean up， 点这个就是橡皮擦工具的样子。然后呢，现在是一个大圆圈，这个圆圈的这个圆圈就是可以擦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就擦干净了。现在呢还有一个问题，发现后面这个图在动，因为它有默认模式，可能拉下去的时候，这个图片就默认了在这个自己动。那我们现在要对这个图片进行更正一下，让它固定住。我们就要点这个图片的图层，下面这一个第2个图层，再点一下这个地方。这个踩点的部分，现在我们发现了，它其实是
从这里往里边渐进的，所以刚刚会有迎面扑来的这样一个动图感。现在呢，我们选举第二个呢就让你可以随意选你想要圈住的位置，我们就选这个位置，然后点一下别处，它就已经是固定住了。我们再看一下。大家好，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我家。我家是不是很大呀？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如果你要把后边的拉上去的话，那么就把这个地方往后拉，把后边的全部拉上去就好了。在拉的时候，不要就是如果你到这个前面视频的地方就停止。如果你过于往前挤的话，就会把前面的视频给覆盖到。后边你可以全选一起拉过来，然后在这个地方调整一下大小就可以了。这样子就整个覆盖到了，前后也调一下。刚刚我们只调了第一部分，所以后边呢也要挨着调一下。你不调的话，就会你看到其实还是上面的这一层。那么我们可以把这3个一起调，这4个一起调，把它们全选，然后再重复一下刚刚的操作。这里选绿幕，就是刚刚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我们能清晰的看到，这边还是不清晰。那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只选这一个，因为你不知道后边的跟这个阴影的大小是不是同一样的严重情况，细节还能做好，要不然本来就很假的图片，你再有这一些小的细节问题的话，就会看起来更假。那么我们点击这一个，就是你对谁进行修改，就要点击每个视频。比如我们要对下边这个修改，就点击下边这一个。所以呢，现在点击这一个，然后这一个，重复一下小黑板擦的动作，然后呢，稍微点一下就好了。如果这边也有脏东西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从这边鼠标不要停，这样子整个滑过来，这样这一圈都擦到了。但是不要太靠里擦，靠里擦的话，你就会把人也擦掉，就会这种感觉。你看到吗？现在人都被擦掉了。所以呢，轻轻的擦，离远一点，这样就好了。然后再进行这个进行处理，这个呢比那个似乎更严重一点，再擦一下。但是这个就是有点过于严重了，有的时候，所以说在前期拍不好的话，后期有的时候可能就会作废。这个我就准备把它删除掉。可能也就是想骗点儿。这个呢，我在视频里边用了一个后边的小黑板，那么我们再同样的添加一下黑板就好。黑板呢是我提前下载好的，直接拉到这里边就可以了。然后呢，比如说从这个地方之后，我就想要那个黑板，那么我就把黑板往这边拉，把它们2个拉回来，把这个拉的和它一样长，然后这个地方把这个图片的后面删除。删除呢，你可以右键鼠标点这个，就会变成2夹，然后把这个按删除键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可以在键盘上按 Command 加 B， 这样就比较快。然后鼠标点击这一块，再点击 Delete 就删除了，这样比较快一点。谢谢你们的啦，其实我就是一个穷二代而已。这个呢，黑板后边还在动，因为这个图片拉进来的时候都是默认的。我们再点这个剪裁这里，你会发现它是默认的这个 King Burns， 它有这个渐变，所以我们再把它勾回这一个，这个就固定到了你想要的位置。然后呢，关于这些图片怎么找，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免费的可以下载图片的网站。就是这一个网站，比如说我想搜房间，那么我敲 room， 它就会出现一些房间的图片。比如我想要一个房间，但是里边还带植物，那么我在这个鼠标后边再加上植物，
它出现的就会更准确，就会有房间还有带主物。我推荐大家选择横图，这些竖图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因为你还要截取，截取的话，这个后边显得反而更假，看个人需要吧。然后如何下载呢？就是比如我们想要这一个，图片吧，点击图片，然后你点击 Free Download 就可以了。这里就已经开始下载了，不需要注册，超级方便。这里呢，他说你可以跟这个是图片的主人，你可以感谢他，可以给他捐钱。这个看个人了，你也可以把这图片分享到这些社交网站。现在呢，这里就有了一个图片，就比如刚刚的这一个视频，我想用到这个图片的话，就把它拉进来。这个图片在 iMovie 上都是拉进来之后它自动会动，所以你把它更换到这个第二个这个不会动的形式，然后随便试一下。你看我就在图片里了，但是呢，建议前期的这一个绿幕图不太清晰的话，或者光不太对的话，建议背景选择深一些的图片，这样子这个边界的话就看不到这一圈不自然的阴影了。你看，比如这一个黑板，我用的是黑色的，这样看起来就会更自然一点。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再学到新的技能的话，再给大家来分享吧。目前我觉得 iMovie 真的比 P2 好用太多了，当然 P2 人家是更专业的，只不过它越专业里边的东西就越多。给大家看一下，就操作起来就更复杂。它这个打开也很慢，因为它里面要加载的东西有很多，功能太强大了。它非常的专业，但是目前我只是做一些小的剪辑，所以 iMovie 来说就已经满足我的需求，打开比较快。我毕竟也不做一些大场景的剪辑，所以呢，目前用不到 P2，太慢了，就算了吧，今天算了。